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哎呀，大事儿不好了，马上真的要出大事儿了。后天呢，就是党的100周年的诞辰了，对吧？大家说这是不是大事儿呢？这妥妥的是大事儿吧？哎，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分为2个环节啊。前半段呢，来讲一讲党的100周年诞辰出现的一些比较离奇吊诡的事儿啊。那节目的后半段呢，咱们来讲一讲这100周年的诞辰对咱们的币圈行情会有着什么样的影响。顺便呢，面具人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这段时间实战赚钱的心得，嘿嘿。那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点赞、订阅、收藏这个视频，打开小铃铛。那这个建党100周年呀，真的是贵族们的盛宴呀。仅仅是前夕啊，你看看北京、上海那边搞烟火会，一次彩排就要烧掉几百万的烟火和人力物力。你说这中国还出现了莫茶无花宴这种饿死人的可怜事儿，可是呢，这些贵族们他们没钱扶贫，却有钱放几百万的烟火，就为那一瞬间的五彩斑斓。你们真的是不了解贵族圈啊！这些普通的屁民在贵族的眼里还不如他们家养的狗呢。屁民们就算是融化在他们这些贵族的面前也不可惜，屁民们只是劳动力单位而已。屁民和贵族完全不是一个物种。你会在乎你家耕地的牛心里面的感受不？不会，对吧？那这100周年发生了几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啊，给大家说一说哦。中共建党100年前夕，总书记习近平将颁发7·1奖章，表彰优秀的党员。那这个奖项呢，应该是新设立的。那有趣的事儿就来了，据新华社公布啊，在中印边境冲突丧生的军官陈红军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孙李洪塔均入选。可是呢，2位中共的前领导人、首席领导人江泽民与胡锦涛均未出现在颁奖名单上。哎，这胡锦涛、江泽民居然没得奖呀！好歹这俩人也算是共产党之前的2个大头头呀，对不对？这俩都没得奖，然后呢，这个事儿呢就被国外开始热炒。你看，建党100周年，居然2个党最大的官员、最大的头头没有被颁奖，而且呢，习近平只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颁奖。然后呢，国外就开始热炒，说是什么党内又斗争了，中南海又政变了，习近平和江泽民、胡锦涛又不和了。哎，我们仔细观察啊，这个名单上面好像得奖的有死人吧？是不是？这个李大钊之孙有没有死还不知道呢。反正呢，中印边界冲突死的那几个都是死人嘛。或许是习近平想等着前2位党魁挂了以后才给他们颁奖吧。而且呀，这习近平也没说自个儿给自个儿颁个奖嘛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呀，就是大家看这张图，这个图片上看起来是把天安门上面的毛泽东画像给摘了。有人说呢，这以后天安门上面就要挂2个人的画像了。也有人说呢，以后只会挂1个人，但不是毛泽东，是谁呢？你们心里面应该知道。面具人，我个人觉得啊，最近这几十年啊，也只有死人会被挂在天安门上呀，是不是？当今圣上早早的急着把自己挂上去，是不是有点不吉利呀？我不知道朝鲜的金正恩有没有早早的把自己的画像挂在哪一块啊？所以呢，个人觉得这天安门上面的画像啊，把毛泽东换成习近平，或者是同时挂上习近平和毛泽东，可能性不大啊。不过呢，这没啥好研究的，挂谁不挂谁不重要，赚钱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一说到赚钱了，就要来说咱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啊，那就是党过100年大庆的生日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会对币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是利好还是利空呢？首先呀，面具人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啊， A 股上证指数在党的100周年前后肯定是要涨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加密货币
信懂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共产党是有能力控盘加密货币市场的。我们从前几次共产党政策性打压挖矿，或者是限制加密货币，导致比特币崩跌、以太坊崩跌，都能够看得出来，共产党想要砸加密货币的盘很容易。而且呢，也有不少炒币的中国人知道共产党砸盘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几天啊，尤其是周年庆当天啊，大概率是不会跌的。共产党很要面子的，而且呢，在这之后的几天也不会跌，会有比较长期的小波段，然后向上拉升的走势，甚至是猛增，这是大概率事件。跌的可能性有没有？有，很小。为啥？首先呢，共产党很迷信，他始终讲求什么荣华富贵呀、风水呀、象征呀、兆头呀、口号呀，这个玩意儿。共产党也是中国人组成的嘛，只要是中国人，大部分中国人都吃什么迷信风水这一套，什么吉利不吉利的。其次呢，就是党的百年庆，你说在百年庆的时候，股市跌，币市跌，跌，全部跌，那多煞气的。我共产党不要面子了吗？一个是面子问题，二一个呢就是实用性的问题了，维稳问题。在周年庆前后，如果说是搞得币圈大崩，制造出来了大量的金融难民，万一哪个二逼在股市币市里面亏钱了，输不起了，拿刀子出来报复社会，乱砍人乱撞人，在党的100周年大庆的前夕后夕当天出个什么杀人的大新闻，这不就是打共产党的脸吗？搞个什么不稳定的不安定的恶性事件，这多不好的，多煞气的。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国泰民安？什么叫做龙凤呈祥？什么叫做这个反正就是那个大吉大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面具人个人的观点啊，就是这100周年前后啊，利好利多，大家尽量持有自己手中的现货，不要被骗割。这几天呢，就算会跌，也不会出现多大的跌幅，只会出现小幅度的下跌，然后上拉。我就把话放到这儿，大家可以验证，欢迎到时候回来看这个视频验证一下啊。再给大家说一说我最近赚钱的报告啊。我前几天呢，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已经给出了以太坊的买入信号，大前天呢，我也在这个油管的社区里面给出了以太坊的最低点1700、1720，如此精确的最低点位了。我当时给大家都是说的啊，把这个点位拿好，在未来的几天绝对赚。看到没？今天是不是大家都赚了？以太坊现在都涨到2100快2200了，是不是？不仅如此，我也在我的油管社区里面，还有我的会员群里面，给大家推荐了另外一个赚钱的好东西，那就是 AXS。那天我出节目的时候是6月26日，我在节目里面大力的推荐了 AXI 和 AXS。到现在，你们再看看 AXI 的单日涨幅已经达到了17%，爽不爽？AXI 的买点呢，我早就在我的会员群和油管的社区里面公布了。而且呀，面具人还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就是 AXI 的土地 AXI Land。我昨天实验性的买了2块土地啊，分别的价位是4个以太坊和3个以太坊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这2块土地呢就各涨了 0.5个以太坊，让我一夜之间就纯赚了1个以太坊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不？就是一夜之间赚了将近2万块钱人民币。这个 AXI Land 是 AXI 团队的终极王牌，也是 AXI 互联网区块生态链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外国社区呢，现在普遍看好这个 AXI Land， 为啥呢？因为它好玩，而且呢，利润非常的丰厚。很多人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玩游戏嘛，能赚个啥钱？来，面具人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都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，你还拿着什么赌博合约的那套思维来看当今的互联网，那你就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。
来，面具人，我问你，英雄联盟赚钱不？王者荣耀赚钱不？魔兽世界赚钱不？赚钱吧。可是呢，你只是个看客啊，你光觉得人家玩游戏赚钱，人家出游戏赚钱，可是呢，你怂都不懂，你也没有参与进去，对不对？下一个互联网的进化时代就是虚拟金融、互联网娱乐，知道不？以后呢，咱们这些30-40岁的、40-50岁的人，逐渐的都会老去，甚至被淘汰，对吧？可是呢，那些年轻人一天手机不离手，天天的玩什么这个网游呀、手游呀、社群呀，是不是啊？咱们可能跟不上时代的人会觉得，哎，那些东西啊没意思啊，无聊。可是呢，以后这个世界的未来毕竟还是掌握在年轻人手里面的嘛。你要学会赚年轻人的钱，你不要去赚那些old school 的钱，知道不？以后在未来呀，你只需要在网络上卖 NFT， 敲键盘，点鼠标，互相兑换虚拟产品，就能赚到钱，多好的！咱们这些老年人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搞不懂，可是人家年轻人喜欢呀，对不对？马化腾为啥成为世界首富？不就是因为这个，哎呀，冲皮肤香呀，冲粉钻、蓝钻香呀，他不就是因为赚了年轻人的钱，哎，让年轻人充游戏氪金，他才能成为世界首富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么这个 Axie 也是一个道理呀。以后年轻人玩这个区块链社区，挖矿啊，打对战啊，交换一下宠物就能赚钱，年轻人喜欢呀，是不是？咱们这些老年人不去赚年轻人的钱，难道是等着岁月时间把咱们消磨死了吗？啊，就等着进棺材吗？是不是？这个 Axie 的宝藏真的是太多了，我不给你们吹牛逼啊！我现在每天啊，就是混一混 Axie 的社区，我就能赚到至少 0.1个以太坊，真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强的区块链生态，没有之一。你看，它币有了，娱乐性有了，实用性有了，收藏的 NFT 价值也有了，你说它还缺啥吗？而且呢，Axie 还有一些细节操作能让你赚到更多的钱。反正按照人民币来说呢，面具人我自己啊，每天至少300块钱打 SLP 保底，还不算我逛商店的收入。如果呢你有以太坊，你不玩 Axie， 你就是傻，因为它可以让你的闲置以太坊产生被动收益。如果你的以太坊跌了，你不玩 Axie， 你就是傻，因为 Axie 会涨价。目前呢，服务器的人数是1周就接近翻了1倍，交易量呢也翻倍了。如果以太坊涨了，你不玩 Axie， 你就是傻，因为 Axie 会更涨。那么想要知道更多的赚钱细节和 Axie 的操作方式，欢迎进我的会员群，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，咱们群里面再见，拜拜。